山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今天华尔街新闻报了一个新闻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哇，原来川普的野心这么大。你看到它里面怎么样写？原来川普要在美国国内花1兆美元，我在讲1兆美元来打造一个川普的科学园区。你为了实现他这个梦想的人是谁？就是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软银的老板孙正义，甚至呢，他还形容什么非常的近乎科幻，里面有半导体的制造厂、封装厂、加工厂，尤其里面我听到晶圆厂的时候吓一跳，你要在美国盖一个晶圆厂，难道你不用去跟台积电来取经吗？但最好笑的是，他有没有去问台积电？有，但是台积电竟然说不好意思，你的这个东西我不感兴趣。但这个地方非常怪，不是说台积电都要去美国来帮忙他们吗？为什么这一次反而没有去帮忙他？关键就是他要反攻美国。为什么说反攻美国？最近你看到黄仁勋的非常多的新闻都围绕在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他的晶片卖到中国去，尽管是阉割版的，但他还是要卖。他的原因是，今天你只要让中国适应了辉达的晶片，适应了美国技术之后，他就戒不掉了。会完完全全的依赖，甚至它的技术就永远就停在那。而这一点，台积电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所以他完完全全抄了起来。他现在对美国所做的投资，都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他是真的要反攻美国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是专家林廷辉，大家好。世聪，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一篇出来之后，我刚刚讲，第一个是哇，川普野心他也太大了，1兆美元说砸就砸，川普科学园区真的要盖。但更厉害是什么？孙正义，你也太会吹，你也太会捧了吧！真的推出这个方案出来，他真的这么会哦？对，没错。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孙正义跟川普呢，他们在计划一个超级大的野心。什么大野心呢？他们未来要在类似一个洛杉矶大小的这个地方呢，要盖一个叫做川普工业园区。那而且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华尔街日报》所说。你看呢，他是 Masayoshi 的孙，就是孙正义 ，hammers out 就敲定了 high technology 的这个 factory plan with White House， 就是说他们已经敲定一个这个获得数千亿美金的资金，在联邦土地上面盖川普科学园区。对，照那川普科学园区里面来说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哇，孙正义讲的天花乱坠啊，都近乎科幻。他在面积相当于洛杉矶大小的区域里面，将建成布满的机器人，所有都是机器人，自动化的。对，然后半导体的这个工厂，然后还有封装的这个工厂，还有加工厂，还有工人啊，还有管理人啊，各式各样的住房在这里面。哇，这个一个大的这个计划，而且赵那他都已经有讲了，这个未来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所需资金呢，日本政府不是要说要投资3000多亿，可以部分有那个资金，孙正义还会用他自己的钱，然后他会再找很多美国人一起来投资，这个总金额的话可能上看1兆美金。那你说川普在白宫里面听到这个消息，他会怎样？爽死了，太开心了，还是用我的名字，川普科学园区，我厉害了，太厉害哇！未来有一个类似洛杉矶这么大的科学园区，叫川普科学园区。就那样，正好他现在遇到一个大麻烦，也就是说没有错，你在里面你要盖什么晶圆制造的工厂，那你要找谁？找这个台积电嘛。然后听说嘞，孙正义嘞有把这个他们这个原本这个名字叫水晶乐园，现在已经变成了川普科学园区，跟台积电接洽过，但是台积电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不感兴趣，我们没有要这样做，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好意思啊。”被打枪了。对，为什么？那你说台积电不是要去吗？我跟他讲，台积电不愿意屈就在孙正义的水晶计划，要打造自己的这个，我们可以讲，未来亚利桑那州搞到变成是台湾的第7都。我们要到那边大举的进去。现在台积电除了原本的工厂之外，在未来的台美协定中间，可能还会再继续加码去美国投资。那另外一个就是慢慢落地生根之后，你看最近在台湾，你去亚利桑那州的话，这个黄仁勋就说嘛，在亚利桑那州已经可以吃台湾的牛肉面，很多家人在那个地方，甚至黄仁勋说到一点，他说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里面来说，2/3是台湾人啊，只有1/3是美国人啊。他说美国人要做实在太难的一个状况，所以看起来的话，台湾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台积电要做的是让美国的科技彻底的对台积电上瘾，你完全离不开的时候，你就屌嘞，这样一个感觉。好，所以台积电一定要去美国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好，我们从华
黄仁勋说法就知道，黄仁勋这几天不是就说吗？他说我们美国政府应该开放市场，让外界可以使用美国的晶片，用这样来维持全世界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就是你要我就给你，让你一直用的时候你也屌了，屌了之后你就完全没办法克制。我觉得黄仁勋希望美国开放这个晶片，就是这个意思。台积电要反攻也是这个意思，他要让你的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让美国科技完全屌了。你看到我们特别把这一段直接拉了出来。他说，在第一阶段的计划当中，孙正义把什么东芝拉了进来，春田制作所拉了进来，藤仓拉了进来，日本电子公司接洽，真的要搞一个大的吗？当然啦，因为孙正义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追梦者，那所以呢，他自己本身有非常多资金，譬如说他有什么愿景基金一大堆，然后他就来自中东的钱，然后到美国去，我们就讲，川普就是喜欢搞大的，他就说，原本这些企业提供大部分的专业技术之后，这些建成之后将归联邦政府所有啊，还全部都是美国的，对啊，所以你说川普会不会开心？爽死了，对，开心好，但是问题是，那你要找合作伙伴了，所以就。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孙正义跟什么？他要找日本人嘛，好，东芝半导体或是东芝公司，然后春田制作所，春田制作所是做，包括说像这个 MLCC 被动元件的哈，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昌腾等等的一些公司，然后还包括说像一大堆日本的这个电子公司，就说啊，你们就来投资吧。所以现在已经有，这包括说你看，包括电力制造的这个变压器啦，然后光纤啦，还有电源模组，还有其他大型这个计算中心需要的这个硬体，所以已经那个工业区至少已经有很多日本厂商愿意去进驻了，但是缺一个东西，缺什么东西？他说未来的阶段，孙正义目标是要建晶圆厂。那晶圆厂他说目前主导该行业的就是台湾、日本还有韩国的这个公司嘛。那所以呢，他就一定要跟台积电接洽啊。你未来你做了，要么就是晶圆代工，要么就是就是所谓记忆体封装。对，他跟台积电接洽，但是这家台湾公司已经表示，no， 我没有兴趣啊，这样一个感觉啊。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他就开始，你看他要建一个什么类似美国版的这个深圳电子产业中心这样一个地位。他连这个话都讲出来，对，难怪与会人士说什么，已经激进科幻了。对，没错。所以跟你讲，其实孙正义的确某些程度他在推动这个计划，只是对台积电来讲的话，他没有必要参与这样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现在黄仁勋呢，这几天的时候，黄仁勋都变成是媒体的焦点。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说，我们要把这个晶片卖到这个中国去啊，让中国对我们的这个科技上瘾啊，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离开我们的这个技术嘛。对，他的担忧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的担忧的确是对。为什么？因为这几天的时候呢，这个有听说这个他要把这个 H200呢卖到这个中国去嘛。对。但是呢，黄仁勋就说。他觉得中国未来搞不好也不会买 H200哦，因为什么？因为中国这几年有非常多晶片公司已经有开始生产晶片，对，而且目前为止，中国的 AI 晶片呢，已经因为他们内部有很多公司在生产，什么寒武纪啦、华为啦、必任科技啦，这一大堆公司在生产，他们是完全催泪，用国家的力量催泪。对，好，那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有什么样一个状况吗？你看到了2025年底，这是媒体的报道，他说。大陆市面上可以供用 AI 推理工作的晶片的供应量将达到国内实际需求的4倍。对，他预计如果未来的供应力有所放缓的时候，供需失衡的状况会延续到2030年。然后华为升腾910C 的得分大概1万分，它是 H20的4倍。然后海光讯息、寒武纪来说的话，多款晶片也都优于 H20的这个产品。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现在不见得想要买了，因为他已经开始摆脱了对你的这个所谓的依赖症嘛。对，就有点类似我们讲的嘛，就是说你对我们台湾为什么能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跟中国市场往来了嘛，慢慢你就会摆脱依赖嘛。所以他就说，现在中国似乎已经慢慢走出那个戒断的这个症候群了。那我们就讲到，我们就说让你这个深刻的这个黏住来说，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叫做苹果。苹果来说，我们这一期的上周有做一个故事，就针对这本书嘛，这个美国科技巨头如何造就这个中国制造的霸业，这苹果在中国这本书里面的内容。他说什么呢？他说原本的库克也认为说，哎，我到中国去来说话，是我来中国这个市场了，我绝对不会深陷在这里面。对，就没想到赵尔怎么样？他越陷越深，他屌累了。为什么越陷？因为他的所有的供应链都在中国啊，都在中国的时候，他就变成被中国政府把持住啊，慢慢他就越陷越深嘛。甚至前几年不是说他还因为说什么这
中国说什么软体不能够用，它也是配合中国软体不能的限制，它不是被骂惨了吗？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来说的话，那它反而养出来什么？照它反而养出更多供应链来跟苹果打，所以这个苹果就变成这样。那苹果现在你说它到印度去做，有做吗？实际上它还很大部分还是在中国组装，它根本就戒不掉对中国的依赖。这种程度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一个科技，如果你用了很久的话，你就完全会依赖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台积电呢，目前为止美国戒不断。我就跟他讲，苹果的这种技术组装，这种算比较低阶。你只要训练，假以时日，我觉得如果印度啊再训练个3-5年，或许可以。对，这种低阶或许可以，但是高阶，你觉得这种戒断症能取消吗？当然不行，当然更难嘛。对，实际上这个《纽约时报》不是就说吗？这个18000个理由了，让台积电呢几乎没办法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在美国制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台积电呢，目前为止来说，他们为了要把这个材料搬过来的话，他们供应链有数十家。同步往这个亚利桑那州开始去投资，然后约莫是超过400亿美金的一个状况。然后目前为止来说，因为这个材料太多，所以每一个材料都有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他为了要制定台积电的法令，制定了18000条的相关的法规，对，然后成本高达3500万，这是从零到有，对。那边是没有的，是它是自己定18000条法规。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一开始我要盖这个工厂，照如果今天我们要盖一个这个所谓，譬如说外星工厂，我们都没盖过，那怎么办？所以你要定一些法规，譬如说台积电的工厂的大小，或是你的公安，那里面的用电、用水的规范，以前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就说一开始你看台积电就受到美国制度的重重牵制，跟台湾的专一主管不一样。亚利桑那州有市、郡、州、联邦各层的繁复的这个许可证，然后你看他要说什么？台积电还发现美国工人缺乏安装先进设备的这个经验，所以只能够从台湾调配500名的这个所以什么都缺啊，还要找台湾500人对去来美国支援的。所以那你看一开始就是有18000条的这个法令，然后有台湾的供应链去，然后还有台湾的工人去，那现在2/3的工人其实里面还是台湾人啊。所以说我在说到目前为止，搞到目前为止来说，赵尔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厂还是需要台湾人在那边 run。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还是始终戒不断台积电的原因就在这边。那你说未来美国有可能盖出类似像台积电这样，我觉得不可能。所以我才说台积电去了之后就是占地为王，让美国的科技业越屌越深的一个开始啦。好了，我就讲，这让台积电在那边盖厂啊，也多辛苦，赵和你知道吗？因为第二。亚利桑那州那个地方，如果你有去过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沙漠，沙漠很容易有什么灰尘哦。你说那个风这样吹过来，沙子就进来。你知道，其实晶圆厂最怕沙子，对，为什么？因为你要沙子都有落尘进去晶圆厂里面来说的话，你就整个完蛋。你要维持这个无尘室，或者维持它的无尘环境。所以就说，你看他们现在里面来说的话，就要不允许任何的沙粒跟这个颗粒进来。可是问题是，正好你总是要进办公室，总是要进大门，那沙就会进来，没办法，他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清得越干净。所以他们在台湾的清洁室的规格，在亚利桑那州就不一样。他说呢，反正我们只能要求说，每一立方公尺的不能超过10个微浮粒子微尘，这么清洁。所以你看，他在亚利桑那州的规格就不一样。另外还有什么？我们知道台积电在处理这个晶圆的过程里面，要用到大量的水。对，那水的话，我们讲亚利桑那州本来就缺水，它是沙漠地带，你哪来那么多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水就很难。那水，尤其是你看每一个晶片，在使用的这个寿命期间，大概会用到2000加仑的水。好，所以你知道一座厂的话，就需要400万加仑，每天大概需要6个奥运水池的这个水量，这个很多哈。但是问题是，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水呢，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杂质啦。但是在亚利桑那州，因为他们是用很多地下水，所以你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它含钙跟镁。含钙跟镁的时候，那照我出现怎么样？我不能把台湾的这种滤水的方法拿过来用啊！你含钙含镁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它等于是要重新再去用。然后他又盖了一个体育场大小的专用工厂，然后水经过一个一个的阶段，包括说什么过滤啊、逆渗透啊、去离子啊，把现在还会残留一些所谓东西，然后我再想办法。再把整个组织重建，就是整个水的系统要重新再弄一遍。哇塞！我这样听完之后，那不就是等于是在亚利桑那州厂真的是打掉重练？是啊，从这个所谓的灰尘到水，对啊，等于是我们台积电重新那边全部重来一次。对，而且它那边的地基跟台湾又不一样，台湾的盖地基大概都有我们的盖法，那边又不一样，所以才说嘛。台积电，我就说从零开始的话，18000条法规，然后各式各样的供应链，然后空水啦，然后灰尘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规则都弄好。台积电现在好不容易完全都弄好了之后，对，你觉得他要把这个
现在孙正义要来收割你啊，说啊你加入我们，你觉得台积电会那么傻吗？谁要理你啊？当然不会嘛，所以我才说台积电要到美国去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梦工厂，什么川普工厂还是台积电的梦工厂比较厉害。国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现在对于台积电来说，要让美国没有办法去戒断，没有办法去戒断之后，有一个今天有学者出来讲说，今天如果我们一直在帮美国，最后美国也要这个先进制程全部都过去，那台美在晶片上面势必要一战。对，专家担忧的是什么？美国跟台湾终须一战，而且可能是在2032年，在半导体这方面呢。但是台湾是在人才跟值方面我们会赢，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台湾把先进制程留在台湾，台湾就安全了。对，那专家是怎么推估的？其实从川普上任之后，一步的步骤就可以看出来。4月的时候，他不是逼魏哲家从650亿美元再提升1000亿倍1650亿嘛？同时那时候魏哲家就承认一件事情，美国的2奈米就会加快进度，而且30%会在美国生产嘛，这是第一个。他们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先进晶片会在美国生产。接下来第二步就是台积电还会盖第4、第5、第6嘛，还有加2个封装厂嘛。接下来到2032年的时候，美国的先进制程就会跟台湾同步了，到时候就会开始跟台湾竞争，到时候美国政府就会掌控说，台积电你要给我入股，然后你要独立成为公司，所以到时候就会变成台积电美国队跟台湾的台积电对打的局面。所以卢特尼克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现在正在跟他谈判关税嘛，还有232半导体关税问题嘛。如果台湾要谈成，你就要加码投资我3000亿美元啦。最终的目标就是你要教我们做半导体嘛，就是1、2、3步这件事情嘛。对。然后最终就是教会美国人做些工作，你们就回去，全部留在美国就好了。这是跟川普跟卢特尼克一样。所以2032年台湾就必须要碰到说，我们必须要把最先进的晶片依然留在台湾。那依然留在台湾，台湾的优势是什么？专家怎么看？第一个是要看值的战争。那台湾的直赢在哪里？就在人才嘛，精英人才。那美国有个劣势是什么？美国精英家庭生出来小孩是越来越有钱。川普其实会拿石头砸到自己的脚，因为川普颁布一个政策是大而美，竟然做一个叫川普账户，所以不只有川普科学园区哦，还有川普账户。川普账户很厉害，你知道赢在出生点真的不容易。川普账户是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宝宝，我就直接给你1000美金嘞，而且还直接帮你开户，你就可以投入股市的 ETF 0050或美国叫 S&P 500的 ETF， 或者是买基金。0岁的小孩就开始，我就给你1000美金，然后下来我鼓励家庭成员，你父母嘛，雇主、州政府、营利组织跟慈善家，每年还可以给你5000美金哦，每年可以帮这个小孩子加码5000块钱，0岁就开始在培养巴菲特了，所以投对地方很重要，但是这些都是人才战争，这个会跟台积电打下来，所以嘉信理财中心就去算过哦，有钱人的家庭当然会给钱嘛，我们一般穷人其实给不了，所以如果政府1000加上父母每年5000美金，到18岁的时候，这个小孩的账户就会有19万多，如果他都没有领出去，他都没有花，到60岁的时候，他就会有220万美金，所以他没有经济的问题。这个18岁就有台币590万元。好羡慕啊！然后退休有6800万元，对，到60岁他就会，而且你什么都没做哦，对，没有做，所以这个就是精英家庭啊。我这里要补充一下，精英家庭的小孩就会变得这么有钱，有必要去卖肝吗？做辛苦的工作吗？我才不要嘞！对，很清楚。那我抓《纽约时报》来讲嘛，《纽约时报》说分析2017分析美国的精英大学好的学生，这就台积电要的人嘛。未来跟我们打对台的人，这些中位数就是13到28啦。简单的讲，领250的其实是考不上台积电要的这些名校。那这些名校的人其实都跑去哪里？跑去领美国科技5大巨头，人家应届毕业就500万以上了，他怎么看到台积电？那我再把资料抓出来给你看。现在就用亚利桑那的资料网来显示，然后用抓出来的台积电现在薪水大概在美国只有10万美金啦。你在美国，你看哦，现在这5大科技巨头的应届毕业生起薪是500万，就是现15万。在的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工程师只有台币310万，对，310万，其实。加上这些美国精英小孩，家里都从小人家已经有220万美金到60岁，对。然后你第一毕业之后，你当然想要去
5大公司嘛，你怎么会去台积电？可是如果我们来讲说我们为什么赢，我们在比台湾回来，所以我们台湾优秀人才都去哪里？去了台积电。我把台积电的人才抓出来看，台积电硕士48.6%，很惊人的，一半是硕士再来学士30%，加上博士3.7%，超将近85%。都是高学历的，而且台积电最喜欢用的是我们顶大的学生，所以我再把所谓的家庭平均收入抓出来给你看，知道美国顶尖的小孩，家庭出身的好小孩，念名校的都跑去5大公司嘛，而且他们都有钱的要死，不会去做卖干的工作啊。台湾呢，台大的学生中位数大概在150万顶大的学生也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精英的小孩愿意怎样？愿意去台积电去领所谓的死薪水500万，因为对我们来讲500万已经很高了，所以人才的战争值方面台湾不会输。那台湾现在怕的是什么？专家其实点出一句话，我们可能会输在量，人才值嘛，对，再来量，我们可能是很大隐忧。这是史清泰讲的，工研院他也是造山者之一，就是台湾第一代去美国取半导体技术人回到台湾，对，贡献非常的大。他其实台湾半导体面对问题叫人才短缺，但人才短缺不是只有问题，而是我们量不够，我们生太少的小孩了，少子化的问题最严重，因为我们已经不够去支撑半导体的发展，所以有一件事情正在发生。我们关税现在不是谈不下来吗？传产是恩厂比日本跟韩国多10%吗？可是政府没救，结果我们去了解才发现一个问题是，对台湾来讲，同样的资源分给台积电这些公司，能够创造更多的高薪工作。促起台湾薪资结构更好啊，这个就是把高收入人变多嘛，台积电也变多啊，低收入把它变少，不要把人往这边移，对，不要把人往这边移，这是台积电的薪水嘛，高收入了，把它变多，鼓励这些人到台积电，然后这些人怎样？他们竟然讲，我们如果把他们放手更好，解决方法是把他们放手，让这些低薪的产业走出台湾，去越南、去泰国这些国家，直接把人才土地给半导体产业，所以我们现在在打一场战争，打一场跟美国之间的人才的量跟质的战争嘛。我们量不够，我们要确保台湾安全，我们怎样？只好把传产让它上了绝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什么？我们把所有我们未来精英生的小孩集中力量办大事，在2032年之前，让我们打赢这场台湾队对上美国队半导体技术的战争。宇轩，现在台积电真的是要反攻美国。刚刚我们还在讲，黄仁勋说嘛，我在亚利桑那州吃到牛肉面，我心里想，哇，亚利桑那州太厉害了吧？结果我去看，不对哦，什么牛肉面？你看到这一张，熊鹤家11月便当菜单，这个熊鹤家你以为在台湾没有，在亚利桑那州。简单来讲，熊鹤家啦。都是便当的，现在亚利桑那州完全已经台化了，本土化了。没有错，台湾这种魔化的谐音梗已经入侵到 Arizona 了。为什么呢？刚刚孙正义讲说他想要造证，我跟你讲不好意思，台积电已经开始在造证，在造证了，叫做台积证。为什么？因为现在呢，包括这个 Phoenix， 也就是所谓的凤凰城台积电带来大量的数以万计的这些员工呢，早就开始在凤凰城这边呢生根，而且改造。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些台湾的工程师来讲，你要符合我的隐私，你要符合我的起居，而食衣住行娱乐，食是摆在最前面最重要，所以开始出现台湾味的便当。对，他们很多人说在现场吃到这种感觉，都快眼泪落下来了。叉烧，对，烧肉，对。3个肉，3肉的，不错，3宝饭。而且你看这个最熟悉台湾的这种塑嘎吃便当就是要这种塑胶盒，有没有？然后这个每次看到想吃又不想吃的花椰菜，给我北奔这个弯转转包弄起台湾 B， 因为这真的是台湾人亲自去那边开的。对，就很多有些是工程师的太太啊，比如说他就经营一间叫台湾妈妈，或者是呢本来就是做我们讲相关的亲友。特别为了要满足这些工程师的饮食，所以在当地我们讲广泛的普及。你看到这一些还有什么炸鸡饭、盐酥鸡都有。对，只是他是用老外习惯的那种挂包，挂包还有2粒。你看台湾国旗都在亚利桑那州。对，卤肉饭虽然长得有点不太像卤肉饭，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这个熊猴夹这张表加西朗有炸卤排啦，有鸡排啦，还有鸡腿排、椒麻鸡、咸酥鸡、糖醋鸡、葱爆牛、姜滴吧，什么都有，只不过后面的价格给你改一下。你知道这什么单位吗？美金。那蛮贵的蛮贵，400多块。但工程师有钱，有钱真好，有钱真好。台湾味嘛，对不对？美国物价比较高，还有大鸡排，1块
我们讲300多块的大鸡排，吓死人。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包括有些什么臭豆腐啊，通通都跑过去。但我们讲刚刚讲的是吃的。但你开车这个地方哦，连台积电这些工程师哦，也造成当地产业重大的冲击。为什么？因为你以前去美国，你就想说我要开那种大肌肉车嘛，悍马啊什么那种的，就他们说不是，因为台湾人哦超爱开日系车。但是呢，因为 Arizona 这个地方哦，凤凰城哦又很热，对，47、48度，所以要开大的日系车，所以看什么 RAV4 啊、休旅车啊一大堆，导致它价格上涨2到3成，甚至是哦连附近的房价，因为那边哦租不如买。它刚好在这个我们讲凤凰城这个地方，它税率非常低，所以等于就是说呢，你如果用买的话，你的年报酬非常高，花大概1800万台币左右呢，你等于很快就可以回本，干脆不要去租了。所以这边呢，连房价哦也今年也涨了快3成，所以等于说台积电公司灌进去的拼命在涨价。所以玉轩，你说现在因为台积电把这个台积证造了起来之后，连台湾的这种修车业也全都过去了，专门帮台积证的人来处理这些事情，甚至台积电谁跟你租房？我直接买房了，对，没有错，甚至还开什么，你知道吗？我看到我这个都吓坏了哈。幼稚园，我们讲家长啊，有一些妈妈，他们就共同的把这边呢组成一个我们讲的那种我们讲的双语幼稚园，等于说让这些小朋友呢可以学习到美国的文化，也可以学习到台湾的文化。而刚刚兆和讲的这个修车厂是什么？就在这边，因为真的有人哦，我讲他目光超准的，对，他就是关键时刻2年前就在台积电说要去 Arizona， 对不对？所以他2年前就看到可能不知道看到关键时刻会看到这个资讯，然后就跑去那边前进凤凰城。真的，他就2年前就去了，可他不是现在来去，然后就开始说，哇，怎么这么困难？为什么？因为美国连修底盘你要考证照，连修引擎也要考证照，先后照和我们后面讲的后照镜也要考证照，什么东西要考证照，所以他就说他去的时候考了一大堆证照，然后想说，好吧，终于把这些证照考完了，我要开始修。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要买半公顷的土地，因为对于美国来讲，什么都要很大。地大物博，所以他还特别呢，因为这样呢，再去买这个半公顷的土地之后，他跟这些台积电公司为什么目标就是瞄准他们，为台湾人服务？因为美国的修车厂大概只开周1到周4，对，他说我不要，我要开周1到周5。哦，然后而且呢，我6日周1到周5，他打破行情了。对，他打破行情了。他把台湾人最坚强的那个我们讲了哈，那个扎实的韧性。1到5上班，我们听了。对，然后周6他还加班，周6还加班，周6可以保养，周1到周5帮你修，周6保养，然后晚上我帮你接单。因为美国4点就关门了，谁给你4点前去修车啊？所以他就完全配合这个台湾的。但是他也说，这个我们讲一路这样走过来哦，也是说举步艰辛。但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势跟状况之下，会不会把凤凰城等到3、5年我们去到之后呢，也不用请翻译了，当地你会以为说出国了，怎么又回国了？因为台积电已经占领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